那么如果你可以成功理解这个程式码的话，恭喜你会让你的程式一直重复执行东西的，耶。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要对多个同性质的东西做重复执行怎么办？对，这个东西非常的绕口，而且其实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还可能每个东西还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一句话，我相信现在应该很多人是听不懂的，因为这个有点太斜咖了。那我们再继续讲下一个故事。想象你是麦当劳员工，现在有很多人来排队，但是他们点的餐点可能会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点的东西就都是餐点，然后你要依照他们点的餐去做事。那像以下这个画面一样，你会看到这边有大概4个客人来点餐，然后虽然他们点的都是食物，但是第一个点的是薯条，第二个点的是鸡块，第四个点的又是薯条，所以他们是有一点点不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想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人数有多少嘛，那我们应该你学过外偶回圈之后，你就会知道你大概要怎么去做重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要怎么让重复的事情里面又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会需要一个东西，它叫做 list，它是用来存放性质相同但又有些不同的一堆东西。就像是刚才说的那个东西一样，它们都是食物，但它们代表的那个食物又有点不同。那 list 的用法就是你直接呼叫一个变数名称，然后它跟那个前面的变数形态有点类似。你前面在宣告变数的时候，你就是前面弄一个名称嘛，然后后面写一个3或者是3.0或者是一个你好。那这边它其实就是多了一个括号，然后里面放一堆不同的变数而已。那这个括号代表的是他们要是在一起的。所以说，今天你在使用客人们点的餐点这个变数的时候，它会一起给你这4个东西，而且它还会照顺序给你。所以这个资料结构其实真的相当牛逼，所以它非常重要。那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要针对他们点的不同东西去做不同的反应嘛。那因为我们还是一样，现在能力还有限，我们没办法真的写一个会帮你点餐和制作餐点的机器人。那我们就用 print 简单的意思一下。那这个东西我们在这边写制作，然后后面是接客人们点的餐点。那这边你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那它本身代表的这个东西，然后如果我们想要从这中间取出可能第一个东西，像薯条啊，或取出第3个东西，像鸡块的话怎么办？那这个东西你会需要一个东西，它叫 index，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个中括弧里面写的你现在服务的客人。那它这个东西有个小细节，就是你今天在拿第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这边要放的数字其实是0，然后如果你要拿第二个东西，你这边的数字要放的其实是1，因为根据某些神奇的计算机组织原理，他觉得从0开始比较省空间，所以说程式语言基本上设计以来，它的 index 都是从0开始。这边这个细节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你知道这一点之后，你就知道要怎么从客人们点的餐点里面拿东西出来了嘛。那接下来你要把它给 print 出来就很简单了。也就是首先你先把客人们点的餐点放到这边来，然后接下来去放一个 index 在这边，然后把它放进来之后，它就会从客人们点的餐点取出对应的东西。像我们现在你现在服务的客人是0，那它就会取出薯条这个变数。如果你这个东西它已经变成3了，那它就会取出后面这个薯条。那这个东西有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外偶回圈，如果你现在服务的客人他一直没有变动的话，你的外偶回圈会一直跑下去，然后它永远不会停。那所以说我们会需要在后面写一个你现在的服务客人等于你现在的服务客人加1，这是代表说你0号客人服务过了，那你就要去服务下1号的客人，然后这个东西它在下一圈就会变成1嘛。然后你1号客人服务过了，那你就要再去服务下1号客人，
就会变成2号。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前面说到 while 回旋要有一个终止条件，那我们终止条件要怎么设呢？那这边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它叫做 len。这个 len 它的意思是去看你客人们点的餐点这个阵列里面，这个 list 里面有多少个元素。所以像上面有薯条一个，然后鸡块一个，鸡块一个，薯条一个，它总共有4个元素。就它没有在管你相不相同，就是只要有在里面，它都会算进去。所以说，我们结束的时间基本上会等于你现在服务的客人到第4号，也就是说你前面4个客人都服务完。所以说我们的while回旋这边要写的是你现在服务的客人的编号，它是不是小于我们客人们点的餐点的这个 list 的大小。所以说我们这边是这样写。那至于要把它实作出来呢，其实也没有很难。它就是你要先写客人们点的餐点，然后你就直接写一个中括弧，不需要任何顾虑，然后你就开始在里面塞你想要的东西，像这样。所以我们客人们点的餐点，它就会是一个塞了4个字串的 list。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服务每个客人嘛，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客人编号。然后我们一开始一定是先服务最先来的，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策略是服务最先来的，所以说我们先服务第一个客人，也就是说他的编号是0。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大概前几分钟说过，这种程式语言它是习惯从0开始。然后接下来写一个 while， 就是你现在服务的客人，当他还小于我们客人们点的餐点这个 list 的大小的时候，那他就要继续做服务这一件事情，因为他这个编号小于我们这个客人的数量，这代表说还有客人没有被服务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服务客人这件事情嘛，所以他就要制作客人要的那个餐点，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客人们点的餐点中取出相对应他那个客人编号的餐。所以说你要在 index 这边写你现在服务的客人，然后接下来如果你一直在服务0号客人的话，你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所以你要再记得在后面写一个你现在服务的客人等于你现在服务的客人加1，也就是说，你服务完0号客人之后，你要服务1号客人，服务完1号客人之后，你要服务2号客人。那接下来他应该就会好，打错。好，我刚发现我这边多打一个的，那你把这个的改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开始在制作从0号客人到3号客人的所有餐点了。那你就做完了一个麦当劳员工服务客人的模拟，简单模拟。当然，现实中的场景没这么简单了。那这边又再多模拟一个现实的场景好了。如果现在又多来一个客人怎么办？我们刚才那个客人的 list 它已经固定了嘛？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在它的后面，也就是这个右边的位置，再加上一个餐点。那我们可以使用 append 这一个功能，去在客人们点的餐点里面新增多一个餐点，代表来的第5个客人。那它的用法其实就是这样子，客人们点的餐点，然后你就写一个 append，然后接下来就点薯条。那这就代表会有第5个客人去排到这个队伍来，然后他们就都等着你服务。那当你学完这个东西之后，你现在有没有感觉你更会写程式？